欢迎来到健康成就梦想，我是老王。这个频道会定期给大家分享健康养生的相关知识，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去成就梦想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影片是24节气的经络调养之寒露霜降。影片的结尾会继续与大家分享今天的小妙招，合谷穴妙用有奇效。寒露霜降，手太阴肺经。寒露在24节气中呢，排在第17位，与每年的公历的10月8到9日交接。时至寒露太阳移至黄经195度，这个时期的气温呢比白露更低，地面的露水更冷，快要凝结成霜了。在自然界中，阴阳之气开始转变，阳气渐退，阴气渐生，我们人体的生理活动也开始自然调整，以适应自然界的变化，确保体内的阴阳平衡，防止邪气入侵。邪气常从人体的七窍和四肢部入侵。寒露以后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，感冒呢此时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，因此呢要适时的更衣，加强锻炼，增强体质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需要一种警惕的，便是要防止心脑血管疾病。因为随着气温的降低可使身体表面的血管弹性降低，外周的阻力增加，使血压升高，进而导致心脑血管的崩裂。有这类疾病的老年人应当注意防寒，并适当进行体育锻炼。因此呢，有这类疾病的中老年人要注意防寒，并呢进行适当的御寒锻炼，合理的调节饮食，保持良好的心境，切忌发怒、急躁和精神抑郁。在饮食上，这个节气养生以润肺生津为宜，多食用黑芝麻、糯米大米蜂蜜、乳制品等柔润的食物，同时多吃鸡、鸭、牛肉、猪肝、鱼、虾、红枣、山药等，以增强体质。此时的燥热之邪易侵犯人体，而耗伤肺之阴经，如果调养不当，人体就会出现咽干、鼻燥、皮肤干燥等一系列的秋燥症状。每年公历的10月23日前后为霜降。古籍24节气解中说，气肃而霜降，阴是凝也。可见霜降表示什么呢？表示天气逐渐的变冷，露水凝结成霜。此时中国的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白霜，千里沃野上一片银色的冰晶耀耀闪光。此时树叶枯黄，开始落叶了。霜降的时节呢，是秋冬气候的转折点，也是阳气由收到藏的过渡。养生的时候呢，应注意外御寒，内清热，这是关键。因为什么呢？霜降的时候的气候特点是外寒内热，气温渐冷，人体内的血液渐寒易凝。在这个时段的人，手脚易凉，后背易冷，这是因为气血遇寒循环不畅所致。但是心里呢有燥热的感觉，这是秋行夏令的结果。因此呢，在这个霜降的时节要注意添减衣物。面对这种气候阴天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外衣，在有阳光的天气应当适当的减一下外衣，不要被寒气所伤，
也不要热伤风。中医认为寒露与霜降对应的是人体的手太阴肺经，建议养护肺经，按揉中府穴和太渊穴。手太阴肺经主治呼吸系统的疾病和五官疾病，如急慢性支气管炎啦、气喘、咳嗽、胸痛、咽炎、鼻炎、鼻出血。手太阴肺经是行走于手臂内侧的一条重要的经脉，属于肺经。而中医认为肺为焦脏，这是因为肺通过口鼻与外界相通，易受到侵犯，不耐寒热。肺的主要功能呢是吸入自然界的清气，呼出体内的浊气，使空气散布于全身，保护肌表，输送水分和血液。中府穴在胸部，大家看一下横平第一肋间隙，锁骨下窝外侧，云门穴下1寸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窝，窝下就即是云门穴，窝下1寸就是中府穴。中府穴也可以在前正中线旁开6寸。中府穴是肺经的募穴，就是肺气血直接输注的地方。所以说用中府穴来调节肺气和咳嗽、气喘、胸满痛、气胀、呼吸急促等肺部疾病，经常按揉中府穴是很有好处的。如剧烈运动后的气喘，可以马上按揉中府穴，只要找对了穴位，一般2分钟左右，气喘就能缓解。另外呢，这个中府穴在治疗腹胀、消化不良、水肿等病症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太渊穴位于上肢腕掌横纹的桡侧，桡动脉搏动处，有宣肺解表、益气通脉的作用，可以治疗感冒咳嗽咳血咽痛、哮喘等病症。这个太渊为肺经的原穴，补气的效果非常的好，为一个大补的穴位。一方面呢，气不足、肺气虚、喘不上来的时候，可以按揉这个穴。另一方面呢，这个肺朝百脉这个穴位呢又是脉之汇穴，人体的脉气都在这个地方汇集。所以说无论是静脉曲张还是心脑血管的疾病只要是跟脉有关的，都可以按揉太渊穴，以达到缓解之功。大家看一下太渊穴可以两面按揉。